出院当天，我拖着因为应酬而胃穿孔的病体回家，却看见家中张灯结彩，妻子正为白月光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。妻子温柔地为白月光戴上生日帽，两人十指交扣，深情对视。白月光许愿道：希望以后每年的生日都有他的相伴。在场宾客欢呼起哄，满眼嘲讽地看着我，但我却一脸微笑地鼓掌。何止生日，日日相伴都行啊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刚出酒店，酒气从胃部翻涌而上，我四肢一软，半跪在地上吐个不停。眩晕模糊的视野里，却全是血腥。撑着最后一点意识，我打电话给妻子江幼薇。幼薇，单子签了，但是我喝多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却没想到，电话那头江幼薇的声音满是不耐烦，甚至骂我道：裴玲，我在照顾玲玲，她得了白血病，离不了人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？喝多了自己去医院，这种小事别打扰我。下一秒，我双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醒来，医院只有我一个人。昏暗的天色下，我陡然有一种孑然一身的孤独感。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己为何在此。我勉强回忆起昨晚有个合同要签，应酬时合作公司的老总不依不饶，觉得我只是个主管不配，要总裁江幼薇来签才行。但幼薇说她要照顾重病的闺蜜，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我，我只能陪笑，被硬灌下3大瓶白酒才算了事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已经是第2天的傍晚了，聊天框空荡荡的，没人联系我。我有些失落，昨晚我一夜未归，幼薇难道一点不关心我？我打电话给江幼薇，关机，心中一颤，难道幼薇出了什么意外？来不及多想，我拔下针头，不顾医生的劝阻，离开医院，打车往家里赶去。却没想到，一开门，室内灯火通明，满是彩带和装饰。墙上原本挂着我和江幼薇结婚照的地方，此时挂着30岁生日快乐的艺术字气球。很多人围在餐桌前嬉笑打闹，这些嘈杂的声音在我的耳膜震动、盘旋。因为门突然被打开，一阵风灌进来，似乎有所感知。他们齐齐回头，看见了我。空气安静了1秒，我往餐桌看去，却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。江幼薇手里拿着生日帽，刚给曲文清戴上。见到我，江幼薇怔了一下，皱着眉头小声嘟囔了句：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随即，他的手垂落，
自然地和屈文清的交握在一起。他眉头舒展，温柔和屈文清说道：“文清，吹蜡烛许愿吧，这样子，就像把我当隐形人一样。”而屈文清闭目许愿，掀开眼帘，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江右微，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。他的声音虽小，但坚定无比，在场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希望以后每年的生日都有微微相伴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只见在场众人纷纷起哄，发出幽的声音打趣：“神仙爱情，磕死我了！破镜重圆也太甜了。”人群里，只有我一个人浑身僵硬，神情莫变。只见众人不怀好意看向我，眼中满是戏谑，就像看跳梁小丑一般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刺入掌心。这些人都是江右微的朋友，一直觉得我配不上江右微，总给我难堪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拖着病体回来会看见这一幕。我正要开口质问江右微，余光却瞥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人影，惊讶道：“陈玲，你不是得了白血病，现在好了，怎么还能喝酒了？”陈玲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尖叫起来，一脸愤怒地咒骂我：“什么白血病？我好着呢。裴玲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吧？”江右微将手并拢成拳，放在唇边轻咳了一声：“误诊。”我知道，江右微只有在心虚说谎的时候才会虚张声势的轻咳。闺蜜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收回之前狰狞的面目，连连附和江右微：“是误诊了。”看着他们一唱一和，我恍然大悟。昨天江右微说在陪生病的闺蜜是骗我，她不再陪闺蜜，是去哪里了？看到江右微和屈文清双手紧握的我心里猛然升起了一个可怕的猜想。我声带有些嘶哑，不敢置信问道：“右微，你昨天是和屈文清在一起？”江右微还没说话，屈文清却矫揉造作地抢话：“微微说要给我惊喜，昨天花费了一些时间。裴玲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这下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”我低头，嗤笑一声。我只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为了江右微，我应酬进了医院，他却在陪着屈文清，给他布置生日宴会，而我还傻傻担心他的安危，拖着病体回来，亲眼看见他给我戴这么大一顶绿帽，胸膛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下不去，闷得发疼。1个月前，屈文清回国的时候，江右微就不对劲了，跟这个10年前抛弃他的人藕断丝连。只是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快登堂入室。江右微是真的爱他呀，把公司所有事情放下，只为照顾他，为了给他布置生日宴会。
甚至把我和他的结婚照都收了起来。按我以前的脾性，我肯定会暴跳如雷，大骂屈文清不要脸。可现在，不知为何，我觉得心里意外的平静。可能是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了吧。我回过神来，众人的目光还火热地望着我，等着看我发疯吃醋后被江佑威训斥的洋相。可惜，要让他们失望了。良久，我松开手指，鼓起掌来。清脆的鼓掌声在有些安静的室内很突兀。我一脸微笑，大度地说：“不生气。曲文清，你要是喜欢，何止生日，日日让江佑威相伴都行啊。”曲文清一愣，接着看了眼江佑威有些愣怔的表情，皱着眉头委屈道：“裴玲，你误会了。微微知道我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不好，才想给我办生日宴，让我高兴。我知道你这是说气话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你千万别因为我和微微产生矛盾啊。”江佑威似乎才从我今天的异样中回过神来，一脸心疼地看向屈文清：“文清，你道什么歉？今天你是寿星，你最大。倒是裴玲在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，要道歉也是他道。”转头，他看向我时仰着脖颈，恨不得用鼻孔看人。他一脸厌恶：“裴玲，你这又是什么把戏？想惹我生气，吸引我的注意力？别以为谈成了个合同就了不起了。你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就给我滚！”江佑威毫不留情的话，现在让我只剩厌恶。怎么？他以为我愿意待在这个地方？我只觉得恶心。我冷哼一声，反驳道：“江佑威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是真心祝福你和曲文清恩恩爱爱，希望你们所死。”江佑威愠怒，环视一周，看着众人一脸惊讶的表情，似乎觉得丢了面子。他的语气又冷硬三分：“裴玲，我就给屈文清过个生日而已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想跟我闹离婚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对，我就这个意思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经过这么一番闹腾，夜幕彻底黑沉下来。我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。我和江佑威就这么完了。江佑威的公司我也不准备再待下去，不如早点收拾好东西，直接离职。这样想着，我不知不觉到了公司，坐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。桌子上还有着我拼命谈下来的合同，然而我只是轻轻扫了一眼，收拾起要带走的东西。打开抽屉的时候，一张有些泛黄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。我下意识地将照片拿在手里。照片上的我面容青涩，搂着一袭白裙的江佑威笑得开怀。因为我经常抚摸这张照片的缘故，边缘褪色得很厉害，
看着照片上江佑薇羞涩的表情，我只觉得现实世界逐渐模糊，陷入了回忆中。10年前大学时期的我，家境贫寒，被奇葩舍友欺负，不想回寝室，经常在图书馆待上一整天。在图书馆，我和当志愿者的江佑薇结识。那时的她目光清澈，看起来端庄大方。帮我登记借书表的时候，她抬头时明媚地朝我微笑一下，我便有些恍惚。江佑薇夸赞我，说我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很有气质。她喜欢这种文艺的人。我为她的话心动不已，一整天脑海里都是她如花般的笑颜。那时我写的东西不是很好，江佑薇却一直鼓励我，给我无穷的信心。后来我终于获奖，却被舍友举报剽窃，闹得全校皆知，所有人都唾弃我。那时我万念俱灰，走上天台，甚至想过轻生。天台上，是江佑薇把我救了下来，还帮我找到我在图书馆写作的证据，还了我的清白。从那时起，我把江佑薇看作我一生的救赎。我向江佑薇深情告白，她羞涩地答应了。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我让路过的人为我们拍的合影。后来，我从别人那里得知江佑薇曾经有一个白月光，那人却为了富家小姐抛弃她，远居国外。但那人不知道，江佑薇才是真千金，是为了他和家里决裂，才显得清贫。我心疼江佑薇，发誓要爱护她一辈子，要让她体会到什么叫做偏爱。大学毕业时，我向江佑薇求婚了，到现在结婚7年了。为了配得上江佑薇，我转学金融学，帮她打理公司。我不在乎别人只把我当作攀附豪门的赘婿，只要江佑薇心里有我。却没想到，1个月前，曲文清突然回国，作为合作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助理。江佑薇从看见他的那刻起就愣住了。一直在生意场上杀伐果断的他，第一次提出让步，给他好处。江佑薇双标的行为，搞得其他合作公司相当不满。我从中斡旋，筋疲力尽，问江佑薇是不是余情未了。江佑薇却说：“我想多了。”他是珍惜人才。然而他做得越来越过分，不仅极少过问公司的事情，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和曲文清见面。以前的我不相信江佑薇会罔顾我们10年的感情，可现在事实无情打脸。我在曲文清面前输得一败涂地。我攥着照片的手捏紧，照片里的人脸扭曲起来。我恍然回神，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却在此时听到了公司门被打开时发出的细微声响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江佑薇清凌凌的声音响起，满是歉意：“抱歉，文清。”
给你精心准备的生日宴会被毁了。作为补偿，我带你来这，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，江佑薇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含羞带怯，我都能想象到他一脸害羞的表情。只听见他说：“文清，其实公司的名字是以你命名的。”这句话让我如遭雷击，我像石雕似的浑身僵硬，不能动弹。当年江佑薇接手公司的时候说要改名，将江氏改名成为清，但是我疑惑不解，问他改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。江佑薇说自己的努力都是为了他深爱的人，我还暗自高兴，决心不辜负他的深情，却没想到是我自己自作多情。到今天才明白那个清是屈文清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神，只听见屈文清语调中满是惊喜，深情说道：“薇薇，有你如此，夫复何求？”而江佑薇声音突然由远及近，像是往我的办公室走来，语气中止不住的欢快。文清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要送你一份大礼。以后，你来当我的主管好吗？我用最高薪资聘请你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。听到江佑薇的许诺，我正然起身，隔着百叶窗向外看去，只见咫尺之遥的地方，江佑薇握着屈文清的手，和他四目相对，眼中满是宠溺。屈文清低头，俨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。然而旁观的我能看见屈文清眼中闪过的贪婪之意，明明喜不自胜，他嘴上还要推辞道：“薇薇，这不好吧？主管是裴玲的职位，我资历尚浅，还要多跟他学习。”江佑薇却不容置疑，坚定道：“文清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至于裴玲，他又没做什么有用的事情，没有我，上次那个合同他差点没谈下来，占着主管位置也是浪费。”听见江佑薇踩一捧一的话术，我无语，不禁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他还真是情人里出西施啊！屈文清哪有什么能力，倒是会甜言蜜语、阿谀奉承，把他哄得团团转。我没做什么有用的事情，可笑。这些年，我几乎成了公司的中流砥柱。为了度过财政危机，我甚至用我自己的小公司赚来的钱注资。江佑薇不知道，公司的核心员工骨干人才都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。只要我离开，他们都会跟我走。不知道江佑薇那时还有没有那么狂妄。屈文清咬着唇瓣，满眼犹豫。江佑薇见状继续加码：“文清，你比裴玲强100倍。我知道主管位置让你屈才了，你来了以后，我很快就会把你提拔成副总。”江佑薇保证一般的语气让我气血倒流。好啊，江佑薇，真有你的。
我在这个公司鞠躬尽瘁7年，也就是个主管，他竟然直接让屈文清去当副总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开门出来，冷笑一声，看不出江总这么大方。江佑威见到我，一下子松开紧握着屈文清的手，转而双手交叉在胸前。他秀眉紧蹙，一脸嫌恶地望着我。裴玲，你怎么在这？你竟然偷听？你……我不想再听江佑威跋扈的话，直接打断，冷然道：江佑威，我还没那么无聊。我拿出压在我文件下的离职申请，递给了他。既然遇见了，还麻烦江总帮我审批一下。江佑威看了眼离职申请那4个字，并不放在心上，只是狐疑看我。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你要辞职？你气性也太小了。我不禁反问：江佑威，不是你要让屈文清接替我的工作，我退位让贤，你不满意？江佑威看我的眼神满是不耐烦，仿佛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似的。我在他的眼底看到了一丝厌倦和嫌恶。只见他信手接过离职申请，下一秒却将这张轻薄的纸撕个粉碎。他轻叹一声：裴玲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别想着吃软饭。我要你当助理，辅助文清工作，而且等屈文清升职了，我也不是不可以让你重新当主管啊。他一副理所当然、理直气壮的样子，仿佛自己多么宽宏大量，等着我磕头谢恩。我看向江佑威，只觉得失望透顶。他真是活脱脱一只白眼狼啊！为什么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我紧皱眉头，心中升起淡淡的烦躁。良久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既然离职申请你不肯签，那这个麻烦你签了吧。我递出另一份文件，上面5个大字：离婚协议书。江佑威浑身一颤，蓦地抬头看我，黝黑的眼眸认真地和我对视了一眼。或许是我的语气太平静，不像是平时吃醋闹脾气的样子。他说话的语气不仅没有之前冷硬，反而轻声道：裴玲，你怎么了？今天这么奇怪，你不就觉得我亏待你了？这样吧，我让你当经理，比文清高1级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我冷哼一声。经理在我们公司是虚职挂名的职位。江佑威还真是够大方的。曲文清闻言，上前一步拉住我的胳膊，语气软糯：裴玲，我知道我德不配位，不配当主管，这个位置还是你担任比较合适。你别和佑威闹离婚，以后我会离江佑威远远的，不会打扰你们了。说完，他弯着腰剧烈咳嗽起来，不住地捂着胸膛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
江佑威放在我身上的目光一下子收了回去，一把将曲文清拉到他的身边，给他拍背，嘴里责备，实则关心道：“瞎说什么？裴玲她小肚鸡肠，你别放进心里去。你身体这么弱，还想去哪？”裴玲穿着病号服，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拉她干嘛不怕被她传染？看你又咳嗽起来了。边说着，江佑威一脸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，甚至将屈文清拉到他身后护着，仿佛我身上有瘟疫似的。我的关注点却不在他们的亲密接触上，而是江佑威原来注意到我穿病号服了，可是他一点不在意，甚至不过问我得了什么病。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。我是真小丑啊！我看向江佑威，愤怒的心情涌上来，不由得质问道：“江佑威，你不接我电话？给屈文清准备生日宴会的时候，我为了签合同被灌白酒，胃出血进了医院。现在你还说我有传染病？江佑威，你有良心吗？你有心吗？”江佑威却不以为意地皱眉，沈笑一声：“你有胃病又不是一天两天，这点小病还非我要去，还穿起病号服来了，想博取我同情心。不就让你喝点酒，怎么可能胃出血？”我拧眉，费解地看着江佑威。曾经的他会因为顾及我的胃病，推掉一切事情，只为照顾我，盯着我吃1日3餐。可是现在，他却毫不在意。要不是因为担心江佑威，我怎么会不顾医生劝阻，穿着病号服就跑出来？他竟然说我是想博取他的同情心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心绪难平。现在，一直以来被我忽视的胃部又剧烈疼痛起来，像被一只大手疯狂地撕扯着，几乎是瞬间。我脸色苍白，冷汗浸透了后背，我只能低垂着头，捂着胃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江佑威皱眉，撇嘴讽刺般的一笑：“裴玲，说你2句你还装起来了？你演技还能再浮夸点吗？”屈文清却拉了下江佑威的袖子，微微摇头，让他别那么说。而后一脸关心地走过来，伸出手想要扶我。“裴玲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”我只感觉到他的手碰到了我的胳膊，却在下一秒狠狠推了下我。我一个趔趄，眼前出现的却是屈文清头撞到办公桌后仰躺在地，不断痛吟的样子。江佑威尖叫一声，仿佛就要失去什么极其珍贵的东西一样，神情仓皇地扑到了屈文清身上。他双手摸索着屈文清的身体，连声道：“文清，你没事吧？磕到哪里了？疼不疼？我带你去医院。”屈文清眼泪汪汪地松开了捂着额头的手，
只见额角高高肿起，淤血青紫。这伤口看得江右微心都快碎了。他怒不可遏，反手抽我一巴掌，满眼失望地怒斥道：“裴玲，你还是人吗？曲文清处处忍让，你却不依不饶。”我被他这一打，喉间翻涌而上的血腥气再也控制不住，哇地吐出来大口鲜血，视野中一片血腥。我的喉头耸动，鲜血流出来，原本想用手抹去，但温热的血液只能顺着手指缝隙不停向下滴落。说实话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，竟然在江右微面前那样狼狈不堪。鲜血有些溅到江右微的白裙子上，就像雪地上绽开的红梅。江右微瞳孔一缩，下意识地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颤抖，想过来扶我。躺在地上的屈文清却不愿意让江右微的吸引力被引到我的身上，只听到他装模作样的痛吟一声，却装作善解人意道：“微微，你不用管我。裴玲看起来病得好严重，快送裴玲去医院吧。”江右微看看一脸痛苦的屈文清，看看咬牙抹着唇上血渍的我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他有些紧张，我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，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。只见他嗤笑道：“裴玲，你从哪里弄来的道具血浆？挺会演的呀。”我冷笑一声。江右微就这么不相信我，真是够冷酷绝情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助理却跑了进来，一把将我搀扶住。他的声音里满是焦急：“主管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医生说您喝酒过度，胃穿孔严重，有生命危险。你怎么能瞎跑啊？”他饱含关心的话让我不由得心中一暖。昨天我被灌白酒时，也是他向那些老总为我求情，说我有胃溃疡，高抬贵手的。此时，我有些虚弱地靠在助理有些瘦小却温暖的怀里，心中却一片死寂。连一个下属都知道关心我，江右微却只怀疑我装病。即使是我爱了10年的女人，我也没那么贱，还执迷不悟地倒贴。心中想着，我目光坚定，伸出手在衣服兜里掏出那张我珍惜无比的，象征着我和江右微爱情的照片。没有半点犹豫，我将照片撕得粉碎，喊声道：“江右微，我们彻底结束了。”此时，刚被助理一句话惊得瞪大双眼，愣在原地的江右微才回过神来。他像一台年久失修的风扇似的，僵硬的一寸一寸往脚下已成碎片的照片看去。他知道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有些失去焦距的双眼终于出现了慌乱至极的情绪。可惜我已经意识不清，双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再醒来的时候，睁开眼只能看见洁白的天花板
和我下午刚醒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。不一样的是，助理乔安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撅嘴道：“裴主管，昨天我不过出去打了个水，回来您就不见了。我可是一顿好找啊。”我心中微动，不禁有些暖意。原来昨天他有照顾我，想必也是他送我来医院的了。一时间，我觉得自己被安慰到了。世间还是有好人的嘛。这小姑娘人真不错，还挺热心的，没让我躺在绿化带里。我不禁含笑感激道：“安娜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定当涌泉相报。”乔安娜为我愤愤不平，一张白皙的小脸因为愤怒都染上了红霞。不是我说什么，总裁也太过分了。你为了他生病，他居然还为了别的男人和你发脾气。就在此时，我跟我老公发脾气关你什么事？只听见咚的一声极大的关门声，江佑薇娉娉袅袅走进来，目光不善看向助理，语气中满是刻薄：“倒是你，对我老公这么殷勤，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”我皱眉，江佑薇怎么能这么说人家？余光果然瞥见乔安娜气得满脸涨红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我摆摆手，轻声说自己想喝水，让乔安娜帮我跑一趟，支她出去。江佑薇却真以为我渴了，耀武扬威地瞪了一眼乔安娜，拿起桌边的水壶就给我倒了一杯。他吹了吹水上氤氲的热气，将水杯凑到我的嘴边，轻声道：“不是渴了吗？”乔安娜温柔的举动让我疑惑不解，她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是以前的我，估计受宠若惊，早就忙不迭地喝下乔安娜为我倒的水了。但现在，我的目光中只有警惕和冷漠。我皱眉，有些不耐烦道：“你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只见江佑薇也不惯着我，骄纵地瘪嘴埋怨道：“裴玲，我来看你还有错了。谁让你逞强喝那么多酒，把自己喝得吐血了都。昨天你也有错，你一直惹我生气，我能给你好脸吗？现在我来看你，你就别吊着张脸了。”事到如今，江佑薇还对我态度蛮横，他语气中对我的指责实在是司空见惯，好像他从没想过我会离开他一样。可惜，现在的我不是那个恋爱脑了。我冷着一张脸，喊声道：“江佑薇，不用你来看我，我会让律师给你发离婚协议书。放心，我不会贪走你的一分钱，我只会拿我应得的。”江佑薇拍桌，桌上刚为我倒的水溅射出来，滴到他的手上。他嘶了一声，娇声道：“你干嘛？我好心来看你。你说话夹枪带棒的，和你这种人真是没法沟通。都怪你，害我手被烫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就是求我，我都不来看你了。
江佑威一脸气愤，做事要走，眼睛却不停往我这边瞥，显然是希望我出声挽留，给他个台阶下。以前都是这样，我千哄万哄，伏低作小，他才勉为其难原谅我。但现在的我巴不得他走得越远越好，别在我面前碍事，惹我心烦。看我无动于衷。江佑威死咬唇瓣，愤愤不平地跺了下脚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我只觉得他莫名其妙，多亏有乔安娜的照顾。几天以后，我终于休养好了身体，神清气爽地出院了。出院的第一件事情，我马不停蹄赶到公司，只见我的办公室里，屈文清翘着二郎腿玩着手机，哪有工作的样子？而其他工位上的人都一脸激动地看着我，争相问我的近况。主管，你好几天没来，我好想你呀。主管，你病好了吗？要不要再休息休息？新调来的这人每天就知道和总裁打小报告，我都被扣绩效了。听着员工叽叽喳喳的关心声和对屈文清的讨伐声，我无奈一笑。屈文清却不依不饶，他瞥了一眼我，阴阳怪气道：裴玲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些员工可真是够叛逆的，他们工作懒怠，我扣他们一点绩效都不情不愿的，看来都是跟你学的。听见屋外吵吵嚷嚷，江佑威也从他的办公开门走了出来。他原本一脸不耐烦地问吵什么，见到我后，却定定看着我，良久，得意一笑。裴玲，之前你还和我提离职，现在还不是乖乖回来上班了？我不由得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女人真够自私的。以前的我眼瞎吗？没看出来她的肤浅。我冷笑一声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不是来上班的，我是来办理离职的。我直接甩出辞职报告，接着看向众人，轻声问道：我要自创公司，你们谁愿意跟我走？只见众人十分激动，纷纷举手响应。裴哥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裴哥勇敢飞，我们永相随。看着众人都向着我，要和我走的场面，江佑威大怒，扫视了一圈员工，不敢置信道：你们都疯了吗？裴玲有什么好的？你们竟然背叛我！还不等我出口维护员工，员工却替我说话，一脸不赞同地看向江佑威。总裁，裴哥为了公司尽心尽力，每天都要加班，我们都很佩服他。而且裴哥很关心我们这些下属，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，就像我们的亲哥一样好。咱们公司的技术就是裴哥的专利技术，有这技术，他到哪都能成功。总裁，您错过人才是您的损失，我们认准裴哥了。
技术是江佑威接手公司后的一大创举，一下子推快了公司发展的路程。他一直以为这是他自己领导有方的结果，恐怕想不到这个专利是我带领研发的。说来，技术其实是大家的功劳。我刚要为大家证明、夸赞他们的实力，江佑威却一脸震惊，指着我抢话道：“就他哪有那么厉害？我不相信，这个技术怎么可能是他研发的？”屈文清也不愿意看我大出风头，冷哼一声，一双狭长眼睛里满是极度不屑，讽刺道：“裴玲，你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。串通员工说这个技术是你的专利，造假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”江佑威找到和自己一条战线的，也嘲讽看我：“裴玲，我劝你识相的话，就现在承认错误，别等会丢了面子，到时候别怪我把你赶出公司。”我气笑了：“好啊，江佑威，既然你这样不识抬举，我也没必要再留情面了。”我从公文包中拿出专利技术的认证证书，在手中抖了2下，慢条斯理说道：“你们可以找律师鉴定这份证书的真伪，但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因为你们的态度极差，所以我不会将这项技术的权限和你们公司分享了。”江佑威咬牙看着我，叫出他的心腹来认真辨认。在场的专业律师认定我这份专利有效。江佑威和屈文清的神情一下子变得精彩起来，异彩纷呈，看得我忍不住憋笑。这项技术从公司一抽走，江佑威的公司将一下子成了空壳。他现在每天这么高的订单，足够拖垮公司。显然，江佑威才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的目光瞬间清明了，抓着我的手，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我：“裴玲，这公司可是我们的心血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”我狠心？江佑威还真是会给我扣帽子。我讽刺般的一笑：“你当初不是想着屈文清给这个公司改名的吗？这是你和他的心血，你们继续努力创造吧。我不过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不是说我在你的公司毫无作用，就是个吃软饭的吗？我这个无用之辈，就不在你的公司碍事了。”江佑威一下子瘫软在地，他脸色煞白，看着我，终于哀声道：“裴玲，我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”看着在江佑威眼中转动的泪珠，以往的我肯定怜惜不已，现在的我却无动于衷。所有员工都激动地看向我，纷纷冲上来向我祝贺：“裴哥，我早就想让你带着我们出去单干了，在这里简直埋没了你这个人才。裴哥，咱们一起努力，分分钟赶超为轻。”一直在人群后面的乔安娜不知不觉给我端了杯菊花茶来。菊花茶是我最爱喝的。
清热下火，温度也适宜。我呷了一口，开玩笑似的问他：怎么排在队尾？不想跟我混吗？乔安娜一脸无奈的叹气，指了指墙根最僻静的一个工位。你老婆把我安排到那里去了。我半天才挤出来。想不到江佑薇这么小心眼。我眼睛转了一转。其实乔安娜也是不错的人才，不过因为人比较心直口快，不顺着江佑薇的心意，所以一直没能得到重用。我沉吟道：你跟着我一起走吧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只是我这句话刚说出口，一个蓝皮企划书却从我的脸颊擦过，甚至擦过了我的发丝。我汗毛直立，猛地回头看，只见江佑薇一张瓷白的脸狰狞无比，双目赤红，仿佛能滴出血似的。他嘶吼道：裴玲，难怪你要和我离婚，还要离职。原来你有小三。不是。江佑薇她发什么神经呢？在场众人都因为江佑薇突然发难，一时愣在原地。只见江佑薇怒气腾腾走过来，抓住我的衣领质问我：你说，你和乔安娜究竟什么关系？我就说那么漂亮的女孩不适合当助理，你却一再坚持。现在看来，你就是有私心，你就是为了她背叛我是吗？可我比她漂亮，比她家世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裴玲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，没有我有你的今天吗？江佑薇一连串的质问，好像我是什么顶级人渣一样。我笑了。背叛？到底是谁背叛谁呀？我看向江佑薇，一脸嫌恶。江佑薇，这些话我要反送给你。你由着屈文清接近你，抛下公司的一切，就为了讨好他。你和屈文清做得多过分，你心里没数。你出轨还倒打一耙，还真是幽默呀。什么出轨？听了我的话，江佑薇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炸毛尖叫起来。他一脸心虚，却还嘴硬道：我没有，我和屈文清没什么。屈文清一脸颓丧，他刚到这个企业，屁股还没坐热的结果就缩水重组了。听见我和江佑薇提起他，失去焦距的无神双眼才有了神采。然而，这眼中的神采满是对我的恨意。只见他一脸愤慨，不停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裴玲，你不能因为怀疑薇薇和我的关系就意气用事啊！这可关乎整个企业的未来呀！你要是带走这些员工，他们可要赔付高额违约金。你这样做太不地道了。然而，他这套攻心计显然用错了地方。员工们都支持我，裴哥那里前途一片光明。你以为我们在乎那点工资和违约金？就是。要不是裴哥，就这点工资，我早就跳槽了。裴哥，就算你不给我钱，我也给你干活。
这些员工们今天对我的全力支持，让我的心滚烫无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屈文清，屈文清，我奉劝你别道德绑架我了，这招对我没用。就你这些小伎俩，骗骗江幼薇那个女人也就算了。到了我的公司，我不仅会给他们超过市面平均值的工资，还会给他们升职加薪。你们什么也给不了，就别在这里装大尾巴狼了。这下，连屈文清都不能垂死挣扎了。他使劲揉搓着衣角，仿佛那是他的仇人一样。而我看着这个曾经挥洒了数年血汗的办公室，终究是长叹一声。或许当年，从我会错了江幼薇给公司起名的意义时，我就应该清醒过来。到了现在，这个延续7年的错误，今天终于被改正了。我转身就要带着我的员工们离开。就在此时，江幼薇细弱的哭声传来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妆都花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。她的语气再也不复之前的冷漠，而是像犯错的小孩忏悔一样可怜巴巴地哀求道：“裴玲，我真的意识到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就这一次，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。”江幼薇知道我最害怕她哭了，只要她一掉眼泪，我就会无条件地原谅她。她经常用这招来拿捏我，可惜我不是以前那个爱她如命的人了。我早就被她的所作所为伤透了心。让我心疼的是那个爱我如命，把我从深渊中拉上来的，如同光芒一样救赎我的江幼薇，绝对不是现在这个色厉内荏，无条件地践踏我，还能恬不知耻求我原谅的江幼薇。我无动于衷，自顾自地拉开办公室的门，就要离开。江幼薇终于有些慌张了，她随意抹了2下眼泪，几步走上来，牵我的手。我能感受到江幼薇手心的如湿。我知道，她只有紧张的时候才会手心出汗。现在她在慌什么？公司没了，没人像狗一样供她趋钱取乐了。只是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她对我的触碰只会让我感到无比恶心。我无情甩开她的手，指着一脸阴鸷的屈文清道：“你应该去牵她的手。”江幼薇一脸委屈，她撒娇似的说道：“我不，我是你老婆，你是我老公啊。裴玲，你还记得吗？结婚的时候，你对着婚戒发誓，你要宠我一辈子。”他有想跟我打感情牌。边说着，他看向我的手指，下一秒，却浑身一震。只见我的无名指上空荡荡，只有一圈还未消失的淡红色的压痕还在。那枚曾经我舍不得离身的婚戒早被我扔了。那枚戒指是江幼薇最爱我的时候，花了1个月的功夫，手工做成的。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
半跪着吻他因为做戒指而被磨出血泡的手。我一字一顿地和他发誓，我会一生一世戴着这枚戒指，永远爱着他。可惜，再浪漫的山盟海誓都比不过现实的引力。那个做戒指的人早就想放弃我了，我又何必被这个小小的指环圈进一生？人终究是要为自己而活，恋爱脑只会让人不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精神恍惚的江佑威。那枚戒指我扔了，我会按价格赔给你的。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拿出离婚协议书。江佑威，我的律师催促你好几次了，你都没签。今天你再不签，我就要和你起诉离婚了。到时候舆情发酵，我觉得这不是你想看见的。江佑威的性格执拗，恐怕我不逼他，他永远也不会签字。只见江佑威眼泪汪汪，抬头看我，声音闷闷的，有些小心翼翼道：“裴玲，原来我伤你这么深。裴玲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真的好爱你啊！你和我说的话，就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，很痛。你等我好不好？我会重新追求你，好好爱你的。”听着江佑威的甜言蜜语，我不为所动，只催促着他赶紧签字。他一脸无奈，黑色签字笔的滚珠滚动，签下他的名字。然而一滴眼泪又将其晕染开。1年后，连我自己都想不到，我的公司能那么快正式上市。这离不开我一手培养的骨干人才。庆祝公司上市的剪彩仪式上，我听说了屈文清背刺江佑威，把他的企业核心机密告诉了敌对公司，导致江佑威的公司被低价收购的八卦。江佑威一蹶不起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在旁人面前还是那么光鲜亮丽。倒有不少青年才俊想要求娶江佑威，帮助他东山再起，但不知为何，他全部拒绝了，说他要等一个人。这个员工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大，业内的人都说他在等你。”我皱眉警告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和他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”就在此时，乔安娜给我递上剪刀，我握着她的手和她一起剪彩。握着剪刀的人明显浑身一僵，蓦地抬头看我，透过那双琥珀色的澄澈眼睛，我看见了那眼底深深的情愫。我不再对以往的事情有任何波动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一直默默爱我的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